认为死亡是一瞬间吗？还是会有个过程，就像我们上车，插入钥匙，启动引擎，排档，然后驶上公路呢？你知道吗？佛教中对于死亡的过程描写得非常详尽，简直就像是个 SOP 流程，每个步骤必然都会经历，只是经历的时间快慢长短因人而异。老玄有一次看 Discovery 频道，正在介绍黑洞，内容是假设有一艘太空船即将进入黑洞，若船身没被撕裂的话，那里面的太空人会看到什么景象？于是节目就透过动画来描绘这个虚拟情境。老玄看了整个过程，差点从沙发椅上跳起来，因为掉入黑洞所看到的景象跟佛教描写死亡的过程竟是如此吻合。首先假设你在一艘太空船上，即将进入神秘黑洞的中心，众所皆知，黑洞会吞噬任何在它附近的物质，连光都躲不过它的引力。当太空船距离黑洞还很远的时候，会看到它周围环绕住一圈由恒星、尘埃和气体所构成的薄光，好像是拿住一片玻璃在宇宙中移动一样，四周空间与时间都被扭曲。这景象很像夏天柏油路上的水汽，很类似佛教中所讲的阳焰。朝着黑洞继续前进，会看见星尘与气体所形成的白雾。再继续朝中心靠近，那是宇宙最狂暴的地方，高能粒子狂烈碰撞，往四面八方喷涌，就像火星四散。先不管是否会不会被烧成灰，假设太空船能穿越临界点，朝着黑洞中心前进，越来越接近黑洞的内世界，光波会被拉长，颜色就会产生变化，变为火红色。你或许会问，这样的过程似乎跟死亡毫不相干。没关系，老玄接着就用佛教对于死亡过程的描述，让你来对照一下二者的相似度。人临终时会经历地水火风依次相融的情境。首先，身体会变瘦凹陷，皮肤失去光泽，手脚乏力，视觉舌齿失灵，全身萎缩。此时感到犹如身体沉入地底，倘若尚能言语，可能会请亲人拉他一把。此时是佛教所说的地大溶于水大，临终者内心所见到的是如同阳焰的征兆。如遇到这种情况，旁边的亲友应向病者提醒，这只是幻境，不必怕。接着，唾液及鼻水等液体开始干涸，血液循环系统亦渐渐衰退失调，听觉亦开始失效。此时是水大溶于火大，将亡者会见到犹如烟雾弥漫的征兆。亲友们可用棉花棒沾水湿润其嘴唇，然后对他温言安慰如前。火大是体温调节的主要因素，在它开始失效时，体温会开始失去，心中会现起犹如萤火虫或火星四飞的征兆。此时是火大溶于风大阶段，亡者可能大喊救火呀！亲友应如前述，在旁安慰，这些只是幻象，你不必惊怕。最后，病者味觉开始失效，呼吸短促，吐出一口浊气，便停止呼吸了。在此阶段，临终者心中会现起烛火之指兆。断气后，由外表来看，此人已经死亡，但其实其死亡过程尚未完毕。此时亡者粗显的官能活动已停止，与外界不再有交流，但心识却仍然存在于细微的状态中。或许是巧合，也或许是老玄牵强附会。不过先撇开黑洞不说，佛法对死亡过程的描述非常值得大家学习，这对于亲友临终关怀很有帮助。以上4个步骤还只是前面的粗浅阶段，后面还有更深细的述说，这些都是许多实修大师禅定中所经历的真实死亡过程。若能在生前熟悉这些历程，在面对死亡时就不会恐慌，自能安然面对，穿越那陌生但已熟悉的旅程，开启你所想要的另一个生命新历程。